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。明朝末年，延平郡王郑成功于永历14年击败进攻金门、厦门两岛的清兵后，就想化海为生，收复被荷兰殖民者霸占的国土台湾。这一天，他对众将说明自己的打算。众将官听说要收复台湾，都很赞成。傍晚，郑成功思考着漫步走到海滨散心，突然听到一阵歌声从一座营房中传出。郑成功被歌声吸引住了，情不自禁地迈进营房。士兵们一见郑成功来了，瞬时一片寂静，都站起来迎接。郑成功问歌是谁唱的，一个士兵应道：小人唱的。郑成功又问他姓名、家住哪里，这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这士兵一一回答。郑成功又问他因何从军，他倒说出一件悲壮的事情来。那士兵说道：小人姓陈，名平，家住台湾台南地方。自从天启年间荷兰红毛鬼侵占台湾以来，杀人放火，奸淫掳掠，害得台湾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。陈平说到这里，已泣不成声，又说道：国姓爷啊，听说你要出兵收复台湾，这真是正义之举，台湾同胞就要重见天日了。国姓爷快下令出兵吧！其他士兵也纷纷要求郑成功进军台湾，收复国土。再说郑成功要收复台湾的消息传到台湾之后，吓坏了荷兰总督奎一。他一面派人回国求救，一面又派出代表和中国通译何廷斌到厦门，想来威胁、恫吓郑成功。郑成功看穿了荷兰人的用意，就请荷兰来使参观他阅兵。这天夜里，何廷斌独自来见郑成功。原来何廷斌是台湾的爱国之士，虽做了荷兰人的通译，却暗地里投靠了郑成功。他这次来到厦门，再三要求郑成功出师收复台湾。何廷斌走后，郑成功又命令卫士暗暗去把陈平唤来，当面交代他一个任务。陈平也兴高采烈地接受下来。荷兰代表在厦门住了3天，碰了一鼻子灰，最后只得夹起尾巴滚了回去。随同他返回台湾的，除了何廷斌之外，还有装扮成何廷斌亲戚的陈平。荷兰代表返回台湾城，把去厦门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给奎一听，只气得奎一暴跳如雷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何廷斌这次在厦门见过郑成功，了解到郑成功决心要收复台湾，得到很大的鼓舞。他回到台湾以后，又暗中替郑成功绘制了一张台湾地图。何廷斌先找到陈平，嘱咐他加紧联络群众，准备迎接东征大军，特别要选好一个熟悉鹿耳门航路的人，到时候好给大军引航。何廷斌不敢在台湾多停留，又打扮成商人模样，雇了一只船，趁夜半涨潮，扬帆驶向祖国大陆。他来到厦门，把安排陈平准备迎接大军等事都报告了郑成功，然后又献上台湾地图。郑成功大喜，把何廷斌留在帐下。郑成功早已决心收复台湾，如今又有了台湾地图，在帐外一块大石旁，郑成功抽出佩剑，激动地说道：祖国锦绣河山，定要收复，正义之师，无往不胜，何军再强，也不如顽石。说罢，咔嚓一声，手起剑落，将石头劈成2半。郑成功亲自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水操台上指挥将士们操练水战，将士们劝他休息，他也不听。几个随从卫士出了个主意，就在水操台上给他雕了个石床，供他休息。郑成功见卫士们这样爱护自己，更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到了永历15年2月底，郑成功进军台湾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，便下令所有船舶在金门岛的廖罗湾集中。3月初1，郑成功在金门撰下了进军台湾的命令。当天，郑成功又举行了隆重的行礼仪式。金、厦两岛的百姓扶老携幼前来送行，3声炮响，军乐喧天。郑成功亲自祭奠兄弟和海神，又告别了当地的父老兄弟姐妹。24日早晨，船队成功过浪，驶过了凶险闻名的黑水沟，陆续到达澎湖群岛。岛上百姓听说国姓爷的大军到了，莫不欢欣鼓舞，成群结队前来迎接。大军刚登陆，就有一个老年渔民求见郑成功。原来这老人姓陈，名文祥，是陈平的一个远方叔叔。他熟知鹿耳门航道，陈平特派他来等待大军做年号。第2天，郑成功带领部将到澎湖过岛海时，看见澎湖列岛群岛相连，港路险要，却是海防的屏障，就留下将领驻守，自己又率领大军继续东进。暮春，台湾海峡多风暴，当船队驶到甘菊屿时，天气突变，刮起了飓风、逆风暴雨，巨浪滔天，船队无法前进，只好驶回澎湖。风不停，粮又缺，在这严重困难境地，郑成功当机立断，
决心冲破狂风骇浪，继续东进。30日晚上，船队又起锚了。且说这鹿儿门是个凶恶的港口，海水浅，航道窄，弯弯曲曲，行船十分危险。荷兰的大炮火力也集中封锁大港。他们认为鹿儿门是天险，今见明军已到，只好在沿岸慌忙开炮阻击。当东征大军船队已驶入内港台江时，红毛鬼惊慌失措地派出甲板船，由何求率领迎面袭来。郑成功令战船列阵环攻，杀得红毛鬼渐渐招架不住。阿尔杜率领士兵提心吊胆地冲上阵来。迎头碰上了郑成功的铁人部队，被杀了个落花流水。荷军大败的消息传到台湾城后，吓得奎一坐立不安。东征大军连战皆捷的消息很快传遍台湾岛，汉族和高山族同胞莫不欢欣鼓舞。为了配合大军驱逐侵略者，他们成群结队的来劳军、送粮和报告敌情，这对大军是莫大的鼓舞。郑成功设宴答谢酋长，并下令叫将士们和台湾同胞共歌舞、同欢乐。劳军队伍要回去了，郑成功又把衣、帽、皮靴和烟草的礼物送给他们，并嘱咐酋长回去后一定要保护好粮仓。再说东征大军顺利登陆后，乘胜前进，首先包围了红毛楼。红毛楼荷兰守将措手不及，不敢出战，严守城门，并命令开炮轰击大军的营盘。初四这天，有几个士兵在城外抓到2个来历不明的荷兰人，士兵们把荷兰人押送到帅营。郑成功严肃地对他们说明，只要荷兰人肯投降，并撤出中国领土，我军绝不杀害你2人，速回去劝降。荷兰俘虏和明军使者赶到台湾城，把红毛楼被围。郑成功劝降，投降后所受的宽大待遇等，一五一十地说给奎一听，又劝奎一也走投降这条活路。奎一这家伙苦头还没吃够，厉声拒绝了。奎一的代表见到郑成功，果然不谈投降，却谈起要郑成功退兵的条件来了。郑成功非常气愤，严厉谴责了他。这时，荷兰侵略军虽然在陆战中受到损失，但还拥有许多战船。奎一命令船队在海面上游弋，开炮轰击东征大军。4月初7日，郑成功把大军移扎到台湾城附近的昆山山上，传令各营将士猛攻侵略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台湾城。台湾城又叫海上堡垒，修建得十分坚固。大军从几面进攻，都躲不开敌人的炮火，伤亡不少。郑成功想了许多办法解决粮食困难，他留下一部分队伍围城，动员其余军队去开荒，争取做到自给自足。奎一困在台湾城中，左思右想，只得拿出最后一招，破阵解围。围城大军一见红毛鬼冲出城外，马上包围上去，就像狂风扫落叶一样，霎时把敌人杀得七零八落。逃回城去的荷军只有几十人，一颗颗炮弹在城堡上爆炸开，顷刻之间，城墙上被炸开了个缺口，大军勇猛地冲入内城，使整个台湾城都置于大军的火网以内。永历15年12月13日，郑成功隆重地举行了受降仪式。民族英雄郑成功威严地坐在帐幕中，接受了荷兰殖民者驻台湾总督奎一献呈投降书。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，帮助台湾同胞改进生产技术，使台湾的经济逐步繁荣起来。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光辉形象也世世代代受到中国人民的怀念和敬畏。